谢燕之的小青梅回京了。那晚二人喝醉了酒，睡在同一张床榻上。作为谢燕之明媒正娶的妻，我有些不高兴。就算是一起长大的情谊，睡一张床榻怎么行？他蹙着眉，身上的丁香味儿熏得我头疼。一张床怎么了？要发生点什么，早发生了。再说他大大咧咧的，从没把她当女的，一天天的想什么呢？我笑笑不说话，转头和摄政王骑马游街。这年头，谁还没个青梅竹马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成了满京贵女的笑柄。我的夫君谢燕之和其他女人喝了一夜的酒，看了一晚的月亮。更过分的是，二人最后躺在一张床上，合衣睡了一晚。自从沈绵柔回来后，谢燕之经常和他一起出门，吃酒赏月倒也罢了，同榻而眠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消息传到我耳中的时候，整个长安都已经传开了。只是做错事的明明是他，可挨骂的却是我这个女人。我是清河崔氏之女崔锦书，先帝还在时便赐了我郡主的身份。清河崔氏加上御赐郡主的名号，即使在权贵遍地的长安，我的身份也贵不可言。加上我琴棋书画样样皆通，容貌清丽动人，做事更是规规矩矩。如今谢燕之这桩风流事一出，其他贵女可算找到了我的错处。下午在长安西街上，我坐在马车上等丫鬟取糕点。隔壁轿中几位贵女的闲聊声钻进我的耳中。啧，听说了吧？清河崔氏家那位嫡女，平日里高贵的像什么一样，结果连自己夫君都看不住。这件事早上就传遍长安城了，都说崔锦书才情好，相貌更好。如今这事儿一出来，我看不过耳。那可不，他向来骄傲的像只孔雀，定是性格骄矜，这才惹了他夫君厌弃。要是我家那位敢这样对我，指定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哼，他不是被称作京城第一美人吗？如今自己的男人宁愿碰个不清不白的人，都不想碰他，好好反思反思吧。他口中不清不白的女子，是谢燕之的小青梅沈绵柔。沈绵柔的名声向来不怎么好，听说数年前他上山进香的途中遇到过劫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旁人不得而知。只是自此之后，他的清白变成了贵女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和谢燕之成婚后，他便离开长安去了扬州，也就是最近他才回了京。听着那几位贵女的言谈越来越过分，刚刚取回糕点的丫鬟坐不住了。夫人，要不要我让他们住口？我摇摇头，让马夫赶路回府。我的记忆向来一顶一的好，仅凭声音我就认出了他们。几日前，这几位贵女还上赶着巴结我，想让我带他们参加宫宴。没想到背地里，他们原来这么讨厌我啊！算了，往后不带他们玩就是了。很快，轿子在谢府门前落定。谢燕之穿着墨蓝色云锦长袍，破天荒带着小竹篮在门口等我。她伸出双手，笑起来温润如玉。娘子，你最喜欢吃樊楼的胡麻饼，我今日给你买回来了。知道娘子爱吃辛辣，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西域的孜然。谢燕之生得很好看，一双桃花眼波光潋滟，微微一笑，不知是多少京城少女的春闺梦里人。我刚想开口，却闻到谢燕之身上传来淡淡的丁香味儿。这位香薰我认的，是沈绵柔身上的味道。她回京那天，我闻到过。那天她穿着一身鹅黄轻纱，飞一般扑到谢燕之怀里，大大的杏眼，看起来古灵精怪。谢燕之，我们终于再见面了。和扬州相比，长安好逛的地方不要太多。听说长安开了很多胡人烧烤摊铺，你可一定要带姑奶奶我去吃。哦，对了，谢燕之，我之前给你买的荷包，你怎么没系到腰带上？若是丢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说罢，他还打了谢燕之一拳，然后蹙眉娇声喊痛，把手放在谢燕之面前，让她吹气。可那一拳分明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当时谢燕之没有接话，看了我一眼。沈绵柔这才恍然大悟，她意味深长哦了一声，一边和他勾肩搭背，一边豪爽开口：嫂嫂好，我和谢燕之自幼认识，她一直把我当女汉子，我也把她当兄弟，这才忘了她已经娶妻。谢燕之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帮你揍她。别看我是个女的，
我揍他的时候，他可不敢吭声。况且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俩久多了，所以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嫂嫂更清楚。对了，嫂嫂，等会谢燕之借我一下，我要带他去最爱的樊楼吃酒，嫂嫂不会介意吧？不等我答话，他拧着谢燕之的耳朵，打了打他的屁股。听到没？嫂子同意了，今晚你就是我的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我倒要看看谁的酒量更好。那晚，谢燕之第一次回来那么晚。自此之后，沈绵柔每天都会有各种理由来找谢燕之。谢燕之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直到昨天晚上，谢燕之一夜未归，二人睡在一张床榻上。看着谢燕之略带讨好的笑，我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指了指丫鬟手中的食盒。你若是真上心，便知道我这2日吃不得辣。谢燕之脸上的笑意突然僵住，神色蓦地冷下来。并不是我故意让他难堪，而是我前2日胃疼，郎中说吃不得腥味。而那天他忙着和沈绵柔踏青游玩，并没怎么和我说话。许是在下人面前失了面子，他强硬拉住我的手腕，不管不顾将我拉进府中。刚进屋里，他便噌的一声关上门，从身后将我紧紧抱住。他身上的丁香味儿熏得我有些恶心。他的声音软下来，像是在向我撒娇。锦书，绵柔他好不容易回京一次，我们3、5个朋友小聚，不也是人之常情。这次我和他只是吃多了酒，便随意倒在榻上睡了。房间里还有其他好友，若是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。你向来最是大方娴熟，这样的事我保证最后一次。原谅我，好吗？对了，听说玉清观的杏花开了，你一直想去看，明日我陪你去，如何？我尽力挣脱他的怀抱，直视着他讨好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开口。杏花半月前就落光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谢燕之一像是很疼我的，可自从他的小青梅回来后，他的心思尽数落在沈绵柔身上。如今好意被我戳破，他突然有些慌乱，许是想做些什么来弥补他内心的愧疚。他再次抱紧我。没有杏花，还有桃花。你想看什么？夫君都听你的。我摇摇头，讲出自己的心里话。谢燕之，我相信你和他没发生什么，可就算是一起长大的情谊，睡一张床榻怎么行？你和他能不能？话音未落，他突然放开我。我看到他蹙着眉，强装着保持最后一丝耐心。一张床怎么了？要发生点什么？早发生了。昨晚和我们一起吃酒的还有3位好友，我们都睡在一间客房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再说他大大咧咧的，我从没把他当女的，一天天的想什么呢？察觉到语气有点过了，他慌忙向我道歉。锦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和他从小长大，彼此再熟悉不过，压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还没说完，门突然被人打开，我闻到了熟悉的鹅梨香，转头一看，是他的小青梅沈绵柔。此刻不请自来的沈绵柔双眼微红，她眨巴着小鹿般清澈的杏眼。原来嫂嫂是这样想我的，我从没想过惹嫂嫂生气。嫂嫂你出身尊贵，相貌又好，不像我，爹娘不疼我，身边也没有几个手帕交，大家都不喜欢我，除了谢燕之这个朋友说得上几句话，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？今日我过来，本想给嫂嫂送个礼物，没想到我竟是个讨人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的丫鬟，哭哭啼啼跑了。谢燕之下意识伸出手想拦住他，可看着我冷冷的眼神，他还是放下了手。等了片刻，府外并没有传来马车离开的声音。他不是要走，怎么不走了？我刚转过身，沈绵柔身边的婢女突然跑过来，跪在我面前磕头。谢夫人，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。小姐说她惹了您不高兴，罪过大得很，愿以死谢罪，现在几个奴才正死死拦着。夫人，就算我家小姐再不入您的眼，好歹也是一条人命，您不能把她逼死啊。我突然被她的逻辑搞懵了。下人说什么都是主子授意的，看似丫鬟在说话，实际是沈绵柔在诉苦。可自从沈绵柔进门，我一句话也没说啊。我到底怎么惹了她，竟能让她自尽？而丫鬟的话让谢燕之很受用，她急了，反手将面前的我推开，
慌张跟着丫鬟出了门。看着她被风吹起的衣衫，我突然感觉留在谢家好像挺没意思的。下一秒，谢燕之抱着沈绵柔冲了进来，她的额头上挂了彩，渗出丝丝血迹。看到我的一瞬，谢燕之眼神冷冷地飘过来，绵柔是怕你不开心，这才专门给你送礼物来，没想到你竟这般容不得人。若不是我刚才拼死拦住，只怕他现在已经撞柱自尽了。哦，原来额头上受伤是因为要撞柱啊。看谢燕之这样紧张他，身边的下人开始忙碌起来，请大夫的，找擦伤药的，拿帕子的。下人向来最会察言观色，察觉到谢燕之对我不满，他们的眼神有些微妙。我攥紧手中的帕子，任由指尖戳向掌心的肉。转身的间隙，我仿佛看到沈绵柔朝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。自从沈绵柔受了伤之后，我和谢燕之的关系就冷了下来。这几日我差人去找她，她都不在书房。并非我故意想缓和关系，而是有件事我要找她商量。可每次我都来得不凑巧，昨个她陪沈绵柔看斗鸡，后个她陪沈绵柔喝花酒。我醒的时候她不在，我睡的时候她回府。算了，反正我是要和她和离的，只是没想到我连亲口告诉她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在我想着要不要书信告诉她时，谢府门外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摄政王萧战。我的父亲曾是他的老师，他幼时曾和我在白鹿书院读书，我们是同窗，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后来我嫁进谢家，他辅佐幼弟，我们之间的联系便愈发少了。看到他，我不由一怔。如今的他褪去年少青涩，眼中多了几丝肃杀沉稳，侧颜勾勒出好看的轮廓，长发如墨。此刻他坐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，发丝随着墨色长袍随风飘动，看起来妖冶万种。看到我，他原本笑着的眼眸多了几分暗淡。满京都在传谢小侯爷的风流韵事，今日一见你，果然所言非虚。早知如此，我便……话音未落，他飞身往下，一手将我勾到马上。锦书，今日我让你看个好戏。驾！萧战不顾我的拒绝，直接将我带到马场。风声萧萧擦过耳边，我有些害怕。萧战仿佛察觉到了我的恐惧，原本双手抓着缰绳的他腾出一只手，将我紧紧抱在胸前。我的脸陡然一红，我已是谢家妇，这不合规矩。萧战仿佛早就察觉到我在想什么，将我搂得更紧了。我挣脱不得，只得由他去。马儿飞奔30余里，到了郊外的马场，正准备让萧战停下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嬉笑声。这声音我认得，是沈绵柔。我朝着声音望去，看到谢燕之和沈绵柔同骑一匹马。我的夫君正细心教沈绵柔骑马。今日的沈绵柔身穿红色旗装，一头高马尾，看起来干净爽利，只是她的身子几乎整个歪到谢燕之怀里。她握着我夫君的手，摸着我夫君的胸膛，和我的夫君耳鬓厮磨。我的嗓子眼突然有点酸。我原本也想学骑马的，可谢燕之一直推脱没时间。她确实忙，我理解。现在她有时间了，学骑马的人却不是我。见我有些失落，萧战看了他们那边一眼，直接挥起马鞭。不就是骑马，我来教你。我转头看向他，本想拒绝，可下一秒骏马四蹄翻飞，萧战身体微微前倾，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很快他超过谢燕之、沈绵柔二人。谢燕之不经意抬头，原本他正被沈绵柔逗得捧腹大笑，可看到萧战怀中的我，他的笑意顿时僵在脸上，看起来分外滑稽。很快他的脸色变得刷白，下一秒顾不得怀中沈绵柔的惊叫，他直接将她推到马下，挥鞭朝我和萧战飞奔而来，耳边传来他咬牙切齿的质问：崔锦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是被谢燕之从马上硬拽下来的。萧战本不想松手，可听到我说的话，他眉眼间露出一抹坏笑。趁萧战松懈的片刻，谢燕之抓着我的手腕，狠狠将我拽了下来。我被谢燕之抱在怀中，银牙仿佛要被咬碎。你说什么？我面色如常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我说我要和离。
就在这时，沈绵柔骑的马突然狂奔起来，整个马场都听到沈绵柔矫揉造作的呼救声：谢燕之，快来救我啊！我好怕好怕。可谢燕之没有回头，甚至连眼睛都没多眨一下。他看着马背上一脸坏笑的肖战，面色阴沉。我不同意。是因为这个男人吗？你是我谢燕之的妻，想要离开我，我不允许。我差点被他气笑了。马上的沈绵柔并没闲着，她的眼睛一边瞥向谢燕之，一边大声呼救，看起来有点狼狈。我努嘴，挠，就凭3个人的生活，太挤了。你的小青梅正等着你去救呢，快去啊，可别让她伤着了，不然还得怪我。谢燕之抓着我手腕的力气又大了些。锦书，我说过了，我只把他当朋友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为什么不能再体谅我一些？话音刚落，沈绵柔突然从马上跌落，洁白如玉的小臂上顿时鲜血淋漓，她呆坐在地上，呜呜咽咽哭起来。谢燕之，你混蛋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看我受伤？你难道忘了那一次我为你吃了多大的苦头了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不管不顾？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！与此同时，他哭哭啼啼跑出了马场。谢燕之抓着我的手慢慢松开。锦书，我回头再给你解释。绵柔他性子急，谁知道他会做什么傻事？晚上我再给你说。话音未落，他便跑着出了马场。肖战向我伸出手，嘴角的坏笑愈发明显了几分。我就知道，教你骑马的还得是我。来吧，崔大小姐。即使我已成亲，即使我已成了谢家人，他依然喊我崔小姐。这样也好，反正我早晚是要离开谢家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翻身上马，对肖战露出爽朗的笑。肖公子，开始吧。我不会再等谢燕之了。我想学的东西，我自己想办法学。我想吃的东西，我自己去买。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自己动身去做。我决定不再把期待交到别人手中。骑了整整一下午后，我已经能简单操控这匹马。肖战看起来比我还要开心。离开时，他收起缰绳，一身白色旗装，看起来帅气逼人。走吧，今晚陪我去吃酒。不由我拒绝，肖战直接挥起马鞭，将我带到京中最大的樊楼。樊楼旁边是新开的清酒坊，在这里，客人不仅能喝到京中最时兴的各种清酒，还能同时泡温泉。听说温泉旁还有美女轻歌曼舞，弹琴助兴。这等新奇的法子很快风靡全京，清酒坊天天爆满。肖战捕捉到我眼中的一丝好奇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语气细写：怎么，想和我一起泡温泉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刚准备让他闭嘴，结果看到2台小轿停在清酒坊门口。这2顶轿子我认得，一顶属于谢燕之，一顶属于沈绵柔。他们2人来泡温泉了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直接冲了进去，让人感觉如同不愧是京城首屈一指的清酒坊，里面酒香浓郁醇厚，水雾弥漫。沿着蜿蜒曲折的木桥，穿过层叠缭绕的水雾，一座座精美的楼台出现在眼前。只见几名身姿婀娜的女子正在楼台上翩翩起舞。而此时，我的目光被吸引到了最里面的浴池处，那里谢燕之和她的几位好友正悠然自得地泡着温泉，沈绵柔也在其中。我小心翼翼走到帷帐后，透过轻薄的帷幔，我看到沈绵柔褪下外衫，肌肤白皙如玉。她娇嗔对着谢燕之抱怨：谢燕之，本来你答应要好好教我骑马的，可崔锦书一来，你竟然完全变了个样子。若不是我命大，恐怕今日早死在马蹄之下了。说罢，她嘟起小嘴，双手叉腰，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。见此情景，谢燕之哄劝道：好了好了，这不是请你吃酒，向你道歉了吗？沈绵柔却不依不饶：不行，你得让我出口气。说完这句话，她便和谢燕之打闹起来。你掐我一下，我拧你一下，笑声和尖叫声交织在一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动作越来越暧昧，气氛也越发旖旎。沈绵柔浑身湿漉漉的，几乎整个人钻进谢燕之的怀中。我听到谢燕之的兄弟打趣他：你说你把他当成女兄弟，可我们看着，这也不像啊。
要我说，还是娶回家算了。是啊，谢兄，绵柔的眼睛天天粘在你身上，可是没正眼看过我们一点。众人的打趣声此起彼伏，然而沈绵柔却没有丝毫的羞涩或退缩，相反，她笑得更加灿烂了。她扭着细腰，环绕着谢燕之的脖颈，将嘴唇凑近谢燕之的耳边，姿势极尽暧昧。你兄弟们让你娶我，谢燕之，你愿意吗？谢燕之沉默着，可她的耳尖红得滴血，比和我成亲那天的婚服还要红。她叹了口气，轻轻推开了沈绵柔，可沈绵柔直接吻上了她。这下谢燕之没有拒绝，口哨声、打趣声、嬉笑声让接吻的二人愈发忘乎所以。就在他们情动不已的时候，我上前一步，撕碎了帷帐。那一刻，四目相对。我不知道这场闹剧是怎么收场的，我没有吵闹，也没有哭泣，只是平静走到二人面前，让他们继续。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，我只是来通知谢燕之，我要和离。你们继续，我走了。谢燕之直接推开他，疯了一般上前追我。锦书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喝醉了，把他当成了你。我瞬间感到恶心。他若是实话实说，我还能敬他是条汉子。可这样假的不能再假的理由，只能让我更看不起他。我翻身跳上肖战的马，让他带我回府。走吧，谢家爹娘是时候知道了。谢燕之衣衫不整，在后面追了一路，可他的马终究没有肖战的快。饭桌上气氛凝重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。谢燕之搬出他的爹娘来劝我，公公婆婆正轮番上阵，希望我打消和离的念头，而谢燕之则坐在我的身旁一声不吭，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菜。锦书啊，我知道你是下嫁到咱们谢家的，论起门楣来，我们谢家确实高攀不起清河崔氏。公公首先开口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。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苦涩。我和谢燕之是在花朝节认识的，桃花树下遥遥一见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是无双。我看上了他，他也对我动了心。谢燕之追了我整整3年，这期间他送我的礼物差点将侯府搬空，送我的情诗更是能装满2大箱。后来他发誓绝不纳妾，父亲才吹胡子瞪眼接受了他的提亲。本以为能够与他携手一生，相濡以沫，谁曾想如今竟走到了这般地步。婆婆看我表情微变，紧接着附和，是啊，锦书，燕之虽和沈绵柔一同长大，可她一直将她当妹妹。我敢保证，他们之间绝无半点男女私情。公婆你一言我一语的劝慰，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，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太阳穴，声音略微有些沙哑。父亲、母亲，虽说谢燕之只当她是妹妹，但那沈绵柔究竟是如何看待她的，这可就难说了。我目光直直地盯着桌上的菜肴，毫无食欲。婆婆噌地抓住我的手，我被迫抬起头。今日她身穿着墨绿色的蜀锦，头上戴着一只精美的金步摇，看起来甚是尊贵。锦书呀，我的傻孩子，退一万步讲，你才是我们谢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。那沈绵柔名声不清不白，就算她真的对我儿心怀情意，又能怎么样？别说让她做妾了，就是白送给我儿，我们也不要。锦书你放心，我谢家的儿媳只有你，也只能是你。我内心冷笑，若谢燕之真的心系于我，又怎会与那沈绵柔纠缠不清，惹出这么多是非来？只是我没怎么听她讲话，我的注意力都放在谢燕之的脸上。听到自己的母亲说沈绵柔不清不白，她突然抽了抽嘴角，原本为我夹菜的手突然停滞在原处。虽然只是一瞬，可她眼眉间的不耐烦被我尽收眼底。察觉到我的目光，她对我露出一个讨好的笑。我转头看向她，面色平静如水。父亲母亲，你们不必再劝了，我和谢燕之是注定要和离的。说完这句话，谢燕之刚好夹起一块红烧肉，准备放到我的碗中。闻着肥腻的香气，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干呕。公公皱了皱眉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被婆婆用眼色制止住了。婆婆拉起我的手，目光落在我的腹部，眼底瞬间闪过一丝惊喜。锦书，你这是有喜了？
和离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着落，因为我有孕了。公婆很是欣喜，成亲几年来，他们日日盼着抱上大孙子，看得出来，他们肉眼可见松了一口气。他们以为有了孩子，我便会为谢燕之待在这个家，可听到我依然坚持和离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劝我。最后，公公拿出马鞭，命谢燕之跪在祠堂，他用马鞭将谢燕之狠狠抽了一顿。当晚，谢燕之脱下衣服，赤着上身跪在地上。得知我怀孕的消息，谢燕之也是开心的，她自愿跪在地上求我原谅。如今虽是初春，可天依然冷得过分。谢燕之跪了整整一晚，婆婆也劝了我整整一晚。看得出来，她心疼谢燕之，却又不敢劝气头上的公公。她牵着我的手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开口：“锦书啊，谢燕之这个不争气的蠢东西，他爹已经打过他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那你就骂他一通，气消了，自然心情也就顺了。只是你现在怀着身孕，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孩子考虑，怎么能说和离这些气话？若是真和离了，我便一头撞死在柱子上算了。”见他越说越激动，我摇摇头：“娘亲你放心，只要谢燕之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便不和离了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谢燕之往后和沈绵柔断了联系，不再见面，我便能既往不咎。”公婆听后满脸欣喜。谢燕之想说些什么，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。迫于父母的压力，他跪在我面前发誓，此后我绝不和沈绵柔再有任何联系。谢家祖宗在上，我今日绝无半句虚言。见我点点头，他起身将我拥在怀中，扯出一抹欣慰的笑：“好锦书，往后我和沈绵柔再没任何关系。如今你有了孩子，咱们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。”说来也怪，虽然他的胸膛火热，可我的心中却依然冷得像冰。天刚蒙蒙亮，谢燕之又是熬安胎药，又是煲汤为我做早膳，忙活许久，他才累得合衣睡下。看着床榻上的玄色身影，我将珠帘合上，悄悄将安胎药尽数倒掉。贴身丫鬟是我的陪嫁，她向来和我知无不谈。见我这般，她低声问我：“小姐，这是为何？”我笑了笑，悄声开口：“我有预感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下来。既然生不下来，何必还喝安胎药？我是一定要和离的。”这个孩子的出现，暂时打破了僵局，给了公婆劝说的机会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压根不想要这个孩子。谢燕之一次次将沈绵柔置在我之上的时候，我的心便慢慢死了。心都死了，再说爱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的心从微凉到凉透，不过短短数日。说来也真是奇怪，我用很长的时间爱上一个人，可放弃的时候不过一瞬。谢燕之，从你和沈绵柔纠缠不休，同榻共枕的那一刻，你便失去了做孩子父亲的权利。而我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是怎样放弃了成为腹中孩子父亲的机会。谢燕之说到做到。这阵子他没有和沈绵柔再联系，沈绵柔寄给他的书信，他看也没看，直接扔进了火炉。沈绵柔来谢府找他，他更是差人将他撵走。沈绵柔气不过，在谢家门口寻死觅活，可没有用。他再次撞柱自尽的时候，谢燕之正陪我买首饰。他哭着痛骂他薄情的时候，谢燕之正给我煲鸡汤。他失魂落魄，冒着大雨等他的时候，谢燕之正给我揉肩捶腿。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几日后，新帝生辰，特邀群臣及其家眷进宫参加宫宴。临出发前，我命丫鬟带上安胎药，以及另外一些东西。听了我的话，贴身丫鬟吓得脸都白了，话都说不利索。小姐，你要在里面加红花？你可知？我自然知道，喝了红花，我腹中的孩子必然保不住。可我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啊！我太了解谢燕之了。今天的宫宴，沈家也收到了帖子，这意味着沈绵柔也会去。临出发前，谢燕之看出我的眼神不太对劲，她握紧我的手，示意我放心。锦书你勿担心，为夫说到做到。我不着痕迹松开，面色一如往常。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吗？
你真的能做到和沈绵柔断得干干净净吗？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变故是在宫宴后发生的。宴后太后身子不适，新帝妃妾等人随太后离席，众人便自在吃酒赏花。谢燕之自顾自挽着我的手，和我走到桥上喂鱼。看到远处的桃花开得正好，谢燕之打算为我采几朵。锦书，你我当初便是因为桃花结缘。都说人面桃花相映红，若戴到发髻上，定甚是好看。他刚转身，便撞上盛装出席的沈绵柔。以往以女汉子自称的她，今日化着明媚鲜艳的桃花妆，穿着粉色长裙，美得不像话。看到她，谢燕之明显怔了一下，可下一秒，她直接转身离去。沈绵柔站在原地，脸色红一块白一块，看起来有些不快。她看了我一眼，不再伪装眼底的嫉恨。她本来心中是有我的，都是因为你啊！她突然向我猛扑过来，所有人猝不及防的间隙，我和她双双掉进湖中。很快，冰冷的湖水浸湿我的裙衫，我的全身冰冷刺骨，尤其是小腹，仿佛千万根根扎着绞着。就在我冷的牙齿打颤时，沈绵柔恶狠狠看了我一眼。我要你亲眼看看，你的夫君到底会选谁？这都是他欠我的。他拉着我的衣袖，拖着将我拽到湖面下方。随后他游向湖面，向众人呼救，确切地说是向谢燕之呼救。谢燕之，快救我，我要死了！谢燕之，谢哥哥，快救我！与此同时，我听到贴身丫鬟正在大声疾呼：谢侯爷，夫人落水了，快去救夫人！恍惚中，我看到谢燕之一个猛子砸到水中，只是他游向的是沈绵柔的方向。就在我缓缓下坠，即将失去意识的前一秒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将我捞了上来。救我的是摄政王萧战。说来也巧，萧战抱着湿漉漉的我上岸时，谢燕之刚放下死死拽着他的沈绵柔。沈绵柔窝在他怀中，正哭得梨花带雨。谢燕之，你混蛋！你怎能因为一个崔锦书就忘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？若不是我救你，当初你还能活吗？我所受的折辱都是因为你。可他还是推开他，打算回头去救我。看到我在萧战怀中，谢燕之突然变了脸色。你抱着我的夫人干什么？放下他！萧战看他的眼神，仿佛在看一条丧家之犬，尽是鄙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！谢燕之哑然，额头上的青筋随即暴起。萧战，就算你是摄政王，又能怎样？光天化日，天子脚下，难道还想抢人妻不成？萧战笑了笑，索性不看他，直接同他擦肩而过。之前以为他幸福，本不想抢的，可如今看他这般，我倒是后悔没有将他早点抢过来。谢燕之冲上来，死死抓着他的袖子。就在二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，即将打起来时，萧战从我的身下缓缓抽出一只手，面色陡然惨白不已。血？怎么会有血？锦书，你不要吓我！旁人这才发现，不知何时，我的裙衫已被鲜血浸湿。孩子没了。听说宫宴上发生的事，谢燕之被他爹娘打了个半死。和上一次劝我不同，这一次他们连劝我都没了底气。毕竟当初谢燕之发誓不再见沈绵柔时，他们也在。婆婆坐在床榻上，握着我的手，泪流满面。锦书，你是个好的，是这个混货不争气。往后他发什么疯便由他去，我们也不管了。管不了了，管不了了。我只是心疼，我好好的孙子被那个小贱人折腾没了。身后的谢燕之跪着走来，这次谢父打他，用尽了全部力气。谢燕之浑身是血，没一块好肉。她跪着求我原谅，看着她通红的眼眶，婆婆离开，独留她一人。见我并没有过分激动，甚至神情有些放松，谢燕之眼眸多了几分希望，她哽咽着将一切和盘托出。锦书，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是我该死，一直让你受委屈。我之所以待沈绵柔亲切，是因为她曾经为了救我，毁了自己的清白。我和她自幼一起长大，数年前我和她登山去玩，结果遇到劫匪。劫匪看我衣衫华贵，却拿不出银子，决定废我一条腿。
绵柔原本在草丛中躲得好好的，可他为了救我，自己站出来拖延劫匪。我捡回一条腿，他却受了整整3日的凌辱。从那时候，我就发誓我要保护好他，这件事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。我曾以为我喜欢他，直到你出现，我才明白什么是爱。我疯了一般爱上你，想要娶你，和你生很多很多的孩子。可没想到，沈绵柔她回来了。我本不想理会，可想到她为了救我，自己的一生都被毁了，我做不到对她视而不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可这与我何干？我动了动起皮发白的嘴角，扯出一个难看的笑。谢燕之，我真的看不起你，真的。你说你不爱沈绵柔，你在撒谎。你明明爱她，心疼她，可你却娶了我，因为你嫌弃她脏。一开始我以为她是你的过去，你爱的是我，这便够了。可没想到，你只是在隐藏你对她的爱。你嫌弃她没了清白，又不如我身家显赫，你才娶了我。你既想要她的爱，又想要清河崔氏的助力。谢燕之，你知道吗？既要又要的你，真的很恶心。沈绵柔认识你，救下你，真的倒了8辈子霉。若你还有良心，对她好点吧，这样我还能瞧得起你。至于你和我之间，是一定要和离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谢燕之，害死孩子的不是沈绵柔。我在来之前便喝了落胎药。我看到谢燕之突然瞪大双眼，脸色惊惧万分。崔锦书，你为什么？看着他痛苦愠怒的眼神，我波澜不惊开口。因为我算定了，你必输无疑啊。听完这句话，谢燕之原本挺得高高的脊梁，突然像狗一般弯了下去。养好身子的1个月，我收到了谢府的和离书。原本谢燕之死活不给，可我直接搬出清河崔氏，向皇上陈情。宫宴那天，我和沈绵柔落水的事闹得很大，皇上本就有所耳闻，见崔家铁了心的和离，便赐下了和离的圣旨。接到和离书的那天，碧空如洗，阳光明媚。于我而言，这是个好日子。可对谢燕之来说，这天是她不幸的开始。我刚接过和离书，不知何时进来的沈绵柔掏出袖中的尖刀，狠狠向谢燕之刺去。1刀、2刀、3刀，她一边刺一边大声哭嚎：因为你，我的一生被毁了。好不容易盼你和离，可你竟然说你此生不娶。可你不娶我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清白没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下人们慌张跑来，夺去他手中的尖刀。尖叫声、呼喊声充斥整个谢家。匆忙赶到的谢家父母看到血泊中的谢燕之，双双吓晕在地上。沈绵柔看起来神志不清，嘴里嘟囔着要让谢燕之陪葬。管家将她捆起来，准备由谢家旁亲交给大理寺。听郎中说，谢燕之死不了，只是她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不仅如此，只怕她要一辈子瘫痪在床。可这都与我无关了。此时此刻，贴身丫鬟招呼着下人，将我的嫁妆等搬上马车。原本我要去京中崔家另一个宅子住着，只是最近外祖父身子不好，我得回去看看他。东西装好后，我正准备上轿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声嘶鸣。怎么要走也不给本王说一声？我转身一看，是摄政王萧战。今日他穿着威风凛凛的墨色长衫，戴着华贵的玉冠，长发如墨。我扶上丫鬟的手，一边上轿一边开口：早晚都是要走的，说与不说有何分别？他急了，直接翻身下马，硬是挤进我的小轿中。我被他挤得只得靠边，手指不小心碰到他结实温暖的臂膀，我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侵略感。逼仄的轿中，气氛逐渐莫名焦灼火热。他离我越来越近。走，你以为你跑得了1次，还能跑得了第2次？我的面颊上莫名有些燥热，可我还是说出了实话。萧战，我现在不想爱谁，我只想爱自己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很早以前就知道，可现在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是的，他喜欢我，我很早就知道。在书院时，他突然变红的双颊，莫名其妙的偶遇。小小的少年，藏不住任何心事，只是当时我的心全被谢燕之填满。当初我看不见他，如今我想先看清我自己。
先爱自己，再将爱人。听了我的话，他的笑意僵在嘴角，可很快他又露出那副渐渐的神情。是，我是喜欢你，曾经以为放弃你是值得的，如今我才明白，谁成为你的夫君我都不放心，除了我。山高路远，一个弱女子回家我怎么放心？往后啊，你休想摆脱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便挥起马鞭。驾！夕阳西下，马车疾驰而去，影子被拉得老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